Hello，大家晚上好。今天呢，我们真的是想要认真的探讨一下《文明与征服》的武将，到底是哪些武将是值得栽培，哪些武将呢，真的是扶不起的阿斗。我们今天三创帮呢这几天已经整理了一套很完善的一些资料，仅供大家参考。今天呢，我们就是要把这几位英雄呢，把它给定义他们的长短。然后呢，我还没给大家看这些排名的时候呢，给你们看一下我们的这个三创帮做了这些数据呢，真的是哇如果你们一直在烧脑说，哎，有没有人在整理这些数据啊？没关系，我们三创帮你安排好了。之后可能凯呆或者是行优会把这些数据都发布在他们的各自的平台，还有那个巴哈。OK， 好，不然我做主吧。所以我们就从 T3 开始吧。凯呆，你心目中的第一个 T3 边角料是谁呢？这肯定是我们那个伊凡四世啊。说一下伊凡四世什么问题？为什么在 T3 边角料？他只会输出，他没有其他任何的功能。在这游戏强调一个互相配合的情况下，他完全没有跟任何人有适配性。OK， 他是一个领导力5，然后呢，骑兵 S， 还有枪兵 S。然后自带技能主动战法40%发动率，基本上就是战术攻击加600，它就是只是一个算是一个菜刀吧。它的整个叙述是对敌方群体2人发动1次战术攻击，然后它的每一下是300%，对，它不是单一下600%。哦，所以是300打。我就以另外一支武将，以我的认知啊，他也是一个输出型的武将，就是北条。其实他也是算是一个菜刀型的武将，而且他是4领导力，所以他是很容易就成型了，尤其是在前期的时段。可是唯一的差别就是北条跟伊凡四世呢，一个是主动技能，就是有一个发动力，另外一个北条是被动技能，是100%的，是不是因为这个关系呢？被动在目前的环境是不会被封锁的，这是一点，所以它可以更稳定的去做输出。第二点是加力量跟纯打输出在《文明与征服》这款游戏里面是不太一样的。加力量这个点数能够起到的效果会比起纯打伤害来的再更大，因为只要你的技能的倍率越高，你力量的加成的效果就会越好。所以它是一个跟其他技能相辅相成的动作，但那个战术攻击600%就只有纯粹那600%，它不会被其他东西给影响到，除非你是放了加智力的那个技能之类的。OK， 好，行优到你了，来选一支。我会选大流士，它其实跟前面伊凡四世有一点点类似，但是我会把它排上来的其他原因是因为，第一个是它的主动的发动率只有35%。其实以这个游戏来讲，35%，如果你今天没有换来高效益的话，那它其实是一个很糟的情况。对，很演。这游戏35%其实算是一般发动率，不算是会非常演戏的那一种。它是对敌方2人发动一次242%的伤害，然后后面再加概率。哦，这是一个盖中盖，对，盖中盖是所有就是这种我们玩3战的时候就知道嘛，盖中盖就是等同于，哇，这到底是这很难去算。跟对你基本上来说等同于后面不一定会发动，而且它的概率又很低，40%的概率给自身加1次抵御。OK， 这很容易理解。好，海呆，还有呢？下一个的话，那我想先讲真德好了，因为真格也是一样，就是一个纯输出的角色，他的自带技能也跟伊凡四世一样，是一个只打输出。目前这3位 T3 的英雄，他的自带技能都是算是比较单一的。因为这游戏的配对机制很讲求，就是角色联动之间的 combo 性。之所以游戏让你上3支武将一队是有原因的，就是要让你想要怎么把他们之间的互动跟联动都打出来。好吧，下一位。下一位的话，我这边选择拜波尔斯。这一支就不是主动技啊，它是打突击技，它只有纯伤害，而且伤害倍率并不高。它唯一的好处就是它的发动率是稍微高一点。基本上它的效应就是跟伊凡四世有点相像，对吧？对。OK， 明白。而且只是一个是主动技能，一个是突击技能。好，下一位。哦，第5支是那个立花影钱袋。哦，铁炮炮姐，铁炮早期。立花影钱袋，等等，为什么叫它铁炮？因为
他的技能就叫铁炮。铁炮姐，这样的话以后我们就叫她铁炮姐。然后我们这位炮姐呢，她的领导力是5，然后她是兵种是 S 骑兵，盾 S，工兵 B 基本上不会考虑，还有枪兵 A。我们接下来是轮到我们的第6位 T3的英雄，就是西德。我是会选西德。哦，怎说？为什么是西德呢？他严格意义上也是一个纯打伤害的角色，他只不过是因为在灼烧体系下还会有机会在开荒使用，所以大家才会觉得说他好像有一点用处，但实际上他其实也只是纯打输出，他没有办法辅助灼烧队做任何事情。就是有点大环境喝到汤。那么行优，你认同吗？一半一半，因为毕竟他还是在大环境下来说，还是有办法达到T2的水平，毕竟他的伤害够高。只是他的问题是他48%的发动率啊，所以有点看脸啊。我觉得不一定，因为他后缀是若目标处于灼烧状态，则此次伤害再提高70%。哇，这样子还蛮高的嘞。就是如果对方有灼烧状态的话，就是100%提升这个伤害。真的是 T3 吗？我不觉得嘞，怎么办？好，我们先把它放在 T3，之后看 T2 有谁，再来跟西德比较。暂定 T3，暂定。现在精彩了，来，我们现在提升一层，我们到了 T2 的阶段。来，谁要先开始？我们先把 T2 简单的丢上去，CP2，来先说一下为什么。第一个就是他的伤害颇低的，他就是突击伤害，他甚至比那个拜波尔斯还低，个沉默效果。对，我就是在想，可能是因为他的沉默的，他有一个控制效果，所以他比 T3 的英雄好就那么一丢丢。毕竟有一个控制在，他的配对的诚意性就会高蛮多的。来，下一位，行优，来，你先。不然我帮你放一个布迪卡。布迪卡是一定要上去的，因为可是它也有一部分可能是因为环境的影响，因为缴械对于这个当前环境来说，其实效益并没有到很大。大部分现在有半月形或野蛮战猴的突击队，基本上来说都可以抢一波先手。而且有一个突击队的一个技能，就是可以清除缴械的，那个叫什么了？我看一下。就是伙伴骑兵啊，就是伙伴骑兵吗？伙伴骑兵会解。对，就伙伴骑兵。对。就是代表有技能是可以直接 counter 掉这个缴械的。缴械的控制状态，其实在目前的生态是不太吃香啊，真的。来，沙克，不然你也丢一个上来。那我再丢一个是吧？伯利克里，来解说一下。他就是一个坐守孤城。对啊，而且有抵御啊。他的那个抵御是双重盖中盖。若目标兵力最低48上2次抵御。OK， 哇，这个有点难度啊。对，就是如果你需要补血，有很多更好的选择。所以伯里克里在 T2。好，下一位。T2我想要放哈拉尔，他的限制条件过多，并且他自身虽然是突击战法，但是他自身跟突击战法好像又有点小尴尬的冲突性。对敌方单体发动3次物理攻击，每次目标随机选取，哇，而且是随机的。如果命中敌军主将，则自身造成所有伤害提升10%。这样这么少，维持2回合。自身为主将时，命中敌方主将时，额外使其进入静疗状态。重点是他这3下的整体伤害来说，其实也没有到一个还不错的等级。好，下一位。这是有在你的名单上吗？我那时候看我没有想到，因为我想到的是另外一只角色。另外一只角色我会选埃及艳后，虽然这个还没有那个弹爆的数据，但由我从陆服找到的资料来看的话，把敌方英雄的力量质地降低160点之后，去平分给对方的其他英雄，那这个效果其实十分的鸡肋。艳后在 T2，我还蛮讶异的，因为艳后的那个它的效果前面很简单嘛，可以把它想象成是另类的伏击军民，70%、50%、30%的时候可以获得1次治疗。可是它后面那一段就很尴尬，它是使造成这个伤害的英雄的力量跟智力降低，然后并平分给他同队的其他的英雄。这我大概能理解了。好，暂时先把它定位成 T2，然后 T2 还有吗？我会很犹豫要不要放他。我觉得可以放他。你觉得可以放他吗？好吧，我们猜一下，拉上去吧。我就知道你要讲西奥多拉。对于现在的灼烧队体系来讲，它的整个的范畴并没有到很好。我帮他完善一下话。
就是现在你要成为扑火队的挂件，你有2个赛道可以选。第一个扑火覆盖率要广，那第二个就是火伤要高，就是2个赛道。对，那西奥多拉肯定火伤不高嘛，但他就是走扑火那条路，覆盖率又不如马力，所以有点难受。好，T2还有吗？还有曼， OK，还有还有曼如果是比拼强度而非适配性来讲的话，还有曼可以上去，因为它这一个位置是属于坦克的区域。那坦克区域的话，它上面有2位，它就是最下面的那一个。那我们再前1、2位上去吧。斗赏要不要上？我们来看一下斗赏的技能。普通攻击之后，对敌方单体发动1次物理攻击500%。如果自身未携带其他突击技能，则我方另一副将力量提高70点，维持2回合。有点不上不下，有点鸡肋。可是如果你是不介意，就是有一个完整的联动的突击队的话，就是纯想要组一队菜刀型的突击队的话，那么度赏是一定是会名列前茅的。现在目前还剩下很多怎么办？不可能全部都塞进 T1 跟 T0 吧？那个斯巴达请上去呗。来，对啦，信长出了，那斯巴达直接上去。对对对，因为灼烧够多，所以灼烧可以出2队，就是灼烧体系的战法跟英雄够多，所以他可以组到第2套灼烧队。斯巴达给他在 T2 可以接受。好，还有吗 ？T2 还有吗？拉格纳。来，那这个 T2 的头跟 T2 的尾差距，你们如果要做一点改动的话，可以哦。那我觉得 CP2 布迪卡往下。我们还有19位。好了，我们 T2 还可以再继续往下。我觉得 T2 还可以再优化一下。北条可以上 T2，北条一定上 T2，北条一定上 T2，北条得上 T2的，因为北条它有自带 debuff， 那 debuff 很伤。可是北条算是一个开荒角对吧？对，它也算是，因为它是4 cos， 它是唯一一个是比较可以的开荒角。玛丽先上去顶一顶呗。对，玛丽要 T2， 玛丽 T2，玛丽 T2，这合理，这合理。玛丽是一个前期非常好的开荒角，之后呢，等你的那个 cost 能上的话呢，它就会被换下来。好，我们先继续。好，现在是目前剩下哇，还有17位，兄，各位17位哦。那只能上那2个老李了，没办法，是。我觉得可以没有很尴尬的是，因为其中一个应该要再提完。等我的全部队伍都45等，我让你们更改我的5队共存，然后我们进入竞技场看一下，让数据说话，对不对 ？OK， 好，没问题，这是后话。这之后再做一部影片来跟大家呈现，到底这个双李之战谁是 No.1？他底下那些人都好能打哦。我是还蛮好奇这个，我真的想要你们解释一下。帕查他不会到 T0，因为他对我的，我一直认为他是一个边角料。帕查捡回来的是我很早就说帕查很强。来，你说一下。你点开他的技能，仔细阅读，好，你就会觉得。其实我没有认真看过，所以我现在是第一次在看他的技能。为己方单体治疗1次伤兵329 ，OK， 好，这算是一个算高了。之后为329在治疗很高主将治疗1次伤兵2次，使其最高属性提高60点。我可以理解它的强度，用它来配一队 T0 队伍，你会觉得它比较适合哪一种体系的队伍？反击队会。反击，无论是亚历山大还是海尔曼，因为他们是做嘲讽的主将位，所以他们更需要的是加属性。OK， 好，来下一位。谁要先上？直接善德女王吧，我觉得善德女王一定是在第1个位置，应该我觉得她很强，可是不可能在 T0的段位。然后还有谁呢？菲特烈吧，菲特烈，因为他的输出是够高的，但是他没有办法到 T0，因为他的征服性没有来的那么的广。OK， 再来的话，亚历山大，我亚历山大这边可能就是会有一些争议的地方。它是个很万用，但毕竟它走前4回合有作用，它的后4回合是废掉的，这是亚历山大它的评分没有办法被我们拉高的主要原因。这样的话，它配突击队不是应该还可以考虑吗？但是它本身会减伤，所以这个游戏的突击队是4回合为一个区间段，所以如何刚好控制在只有4回合是一件还蛮难的事情。整体输出其实可能没有办法在前4回合完整的收掉对手。好，来下一位，还有谁？应该还有吧？对，那理查伊士吧，因为他虽然是当前恐慌队的就是较高输出的角色，但是其实他不一定要在恐慌队里面。
然后同时又加上说它的物理伤害其实是一个均值性而已，它并不算是像关羽一样，只要有灼烧，它的伤害就会爆棚的那一种。好，来说一下，就是听我怒吼，使自身普通攻击伤害率降低50%，每回合对敌方单体发动一次物理伤害。如果目标处于缴械、沉默、晕眩、疲惫效果下，则夺取25点力量、智力和防御附加给自身，维持5回合。哇，我觉得如果这里能加一条文字的话呢，它就直接升顶，就是可叠加。继续，还有呢？还有谁？那只能请君士坦丁上去做了。他其实是有那个 T0的资本的，只是因为他有点被动，对，凯撒需要先被打一下。我其实觉得他是 T10嘞，因为他的通用性，对不对？凡事不绝上军事。我 OK 啦，开玩笑。我觉得他可以再放一放，我觉得可以。好，我们先把它放最后，放在 OK。然后凯撒呢？如果单论治疗量来讲的话，他其实也不差。而且他又能解除了混乱状态以外的控制状态。我感觉凯撒可能是 T0的佼佼者，所以先把他往后移吧。彼得一世，他是准 T0，他的技能有点太恶心了。好，准 T0，往后移。OK， 下一位萨拉丁。OK， 这个很容易。这不用讲，这不用讲，他是唯一没有任何问题的，没有悬念，因为只要你要说到 T0的突击队，如果里面没有萨拉丁，就不是 T0。我现在给大家看一下他的技能：战斗前4回合，自身有100%的概率获得连击状态，每回合普攻次数+1，但造成的所有伤害和治疗效果降低25%。多个连击状态叠加时，普攻次数可连加，但伤害和治疗降低不会叠加。它的连击是可以叠上来的，配上一些比较逆天的，像是突击战法，因为突击战法呢是要普攻来发动，就是像是义骑兵进军，每次普攻攻击之后，对敌方造成1次物理攻击伤害300%。该技能触发3次后，使自身获得1层免疫效果，可无效化1次，就自己有底 buff。如果你打出3次的话，而且这个洞察之后对敌方全体额外发动1次物理攻击264%，并施加禁疗效果。你说如果你的萨拉丁可以打5下的话，你基本上呢每次打5下，你的义骑兵就发动5下。你说逆不逆天？博轩他说凯撒妥 T0。对，所以我想把君士坦丁放T1，因为他们算同赛道了。OK， 君士坦丁可以。好，因为毕竟君士坦丁他的兵种适性问题算蛮严重的。确实。OK， 这样的话我们有共识。好，下一位汉尼拔。他很尴尬，因为他是当前反击队的主要核心，没有他反击队玩不起来。那我觉得汉尼拔应该还在 T0。汉尼拔是 T0哦。对，我觉得汉尼拔应该要在 T0。他是能自成体系啊，他没有替代性啊。他一回合可以加180的武力耶。我们来看一下汉尼拔。如果本身自身没有发动任何主动出击技能，或没有受到超过3次伤害，均会使自身下次回力量提高90点，2次效果独立判定可叠加。对，真的是它加起来是会越来越痛。在这个游戏呢，加点呢是非常重要。我把灼烧先往后移啊，我们先谈一下其他的吧。来，查理曼。查理曼就是看你有没有奥特曼，对不对？不是那个，不是这个奥特曼。OK， 我们所谓的奥特曼就是这把奥斯曼之剑。基本上呢，你玩不玩查理曼取决于你有没有这把剑，没有这把剑是不能玩的，完全不能玩。这个东西是属于控制队的核心技能。可是问题来了，因为目前来说呢，我们在配英雄的时候都是没有遇到这种情况，就是这一张英雄卡呢是取决于他有没有这个技能，有这个技能他就是 T0。没有这个技能呢，他可能 T1，他的技能要求太高了。他还可以吃到未来技能的红利，就有可能未来出了一些更强的技能，然后把他又抬起来。对，毕竟他是一个法师，而且旗跟盾都是 S。OK， 对，不是他菜，环境问题。来下一位，嬴政。查理曼没T0，那他也不可以T0。嬴政的尴尬点是在于他本身可以做主 C， 也可以副手，只是他附带了他可以施加恐慌这件事。以目前知道的情况来说，是没有其他可以像嬴政一样能稳定放恐慌的。嬴政的恐慌效果，其实他的数值跟他的技能性其实都算低的。
他没有办法打爆发，但是他的输出很平稳，可以打8回合打满，然后就有可观的伤害量在那边。可是要说他是 T0，也有点勉强，毕竟我们对于 T0的条件是非常苛刻的。来，下一位，来了，灼烧队的议题，来，这2个人绑死在一起，他们不会在不同梯。这里的关羽有那个梦想啊。各位有玩过3战玩家对于3战的关羽的期望值，穿越之后就终于实现。就男人的浪漫是真的可以达到很浪漫的程度，男人的浪漫，尤其是我看到那4发，终于在穿越后实现。那个战报是可以让我们对他有一种奢望。我觉得哇，玩了3年的 SLG， 终于在穿越之后，终于就觉得有点欣慰了。然后呢，我们来说一下织田信长吧。目前标配的灼烧队就是关羽主将、副将之前再加一个君士坦丁，或者是亚历山大，或者是一些辅助角，像是善德女王这些都可以。可是当然强度都有差。我先把彼得的页面先开出来。我觉得彼得可以先往上，先进到T0区。你要给一个很好的解释啊。他发动力100%，他是伤害加控制，可是他也是有一个概率啊，沉默或者是缴械效果。可是他可以去搭配其他的东西，他就是属于控制体系最强的辅助位。如果目标已处于控制效果下，则该技能释放概率不下降，则对兵力最低的我方单体施加急救状态，受到任意伤害时100%概率立即治疗一次伤兵，该技能不受嘲讽分担影响。OK， 它的主要的一个短板就是，如果第2次发动的时候没有在控制的状态下呢，它的发动力就降低15%。可是如果有一个体系能确保第1回合到第8回合都是在控制状态呢，那么彼得一世就很逆天了。对，基本上你就是在那边罚站被打。这就要提到这游戏的控制有包含嘲讽，3只嘲讽角来说，他们的嘲讽覆盖率其实都非常非常的高，所以这会让彼得他要打不到处于控制效果的角色是比较难的一件事情。我也赞成彼得一世目前放 T0，因为目前 S1 大环境很多火队，那火队又有很多准备战法，彼得一世的控制呢蛮有效的去 counter 他们。而且目前的控制体系其实给的战法还蛮完善的。第1回合如果失效了，他第2回合基本上来说都是100%会有负面状态。例如像是控制体系的一个减伤技能叫朦胧钟摆，战斗前3回合可以使敌方随机2人每次普攻时陷入疲惫状态。我有用啊，而且重点是这个疲惫状态还是可叠加的。这个钟摆主要拿来 counter 一些突击的。我就是放在我的法盾。如果彼得一世是 T0的话，那么怎么组彼得一世才能算是 T0中的 T0？当前来讲的话，就是查理曼搭彼得，2个人是7S，然后2个人的技能又都是主动技，所以他们最好的辅助位其实是善德女王。对，原来是这样。OK， 这我大概知道，可以接受，这个解释可以接受。好，下一位凯撒，妥妥的 T0，他是目前唯一自带结场的角色。而且如果加上那个巴尔干之盾，凯撒的技能呢，就是战斗中每回合为己方群体2人所以是 AOE 的治疗1次伤兵，目标兵力越低，治疗效果越显著，最高可以提升到2.5倍。若治疗目标处于缴械、沉默、晕眩、疲惫状态呢，则50%概率可以净化所有负面状态。然后呢，加上巴尔干的话呢，就是战斗中每回合我方全体英雄第1次收到非急救劝降治疗时，各使其最高属性增加50点，并100%概率获得1次抵御，效果均持续1回合。所以呢，基本上就是只要凯撒的技能发动出来，巴尔干之盾就能确保大家都有一个保护而且它的发动率是100%，巴尔干的抵御也是100%。然后最后一个就是诸葛亮，我们看一下他的诸葛亮的自带技能，就是武侯北伐，敌方全体发动主动突击技能时6到20%。然后对方智力值越高，掠夺比例越多，持续1回合。己方主将造成主动或者是突击技能伤害前，有100%概率使力量临时提升为诸葛亮当前智力的数值。若力量高于诸葛亮的智力，则不生效。如果诸葛亮智力300，他就直接加300，不是加300，是变它是变到300。哦。
我觉得这个时候可以先提到说，这个游戏的智力角色的智力排行榜，诸葛亮是第1名 Number one， 对，我知道。而且他跟其他角色的差距有一点点大。诸葛亮50等的智力是268，而第2名的埃及艳后是262。OK，然后再加上如果你去夺取了敌方的智力，那要破300，破300是板上钉钉，轻而易举。哇，这样的话，如果加给像是萨拉丁的这种武将，我看一下我目前萨拉丁的武力是多少。萨拉丁是全角色武力最高的角色。这一开始我们看到诸葛亮的那个技能的时候，我们其实非常的 confused， 说他到底可以干嘛？就我们也是想要拿他去配突击队，看到武力就是突击队，对吧？我觉得 TE 而已，因为我看到一些端倪，就它一样是体属性嘛，对，它体属性的幅度比较大，然后是专拐这个力量输出的，就菜刀队，就拐菜刀的嘛。然后它有指定加属性，就它也多了一个扩散栏。那这个诸葛亮他没有任何的防御机制，也没有减伤，他就是一个单纯的辅助，所以这样的话，他3号位还是要放一个弹斧或是软斧，就他的阵容其实必定是一个2保1，这有点框限到他的发展线。就不知道你们明不明白高等格子论？就它未来的发展是一定是往2保1走，就有点受限。还有一点我可以补充一下，就是目前环境，我们都要确保自己能活下来，因为我们可能会被围剿嘛。谁能帮助我们提高存活率？肯定是要一个好的辅助，尤其是弹斧。那这点上可以看到，我们把这个弹斧的定位都调得非常高，像从那个凯撒到君士坦丁，再到海尔曼，其实海尔曼有点可惜，他也很强。这种情况下，诸葛亮他的定位就比较尴尬一点，他没有这些能够提高生存的能力，我觉得比较可惜。所以以当前来讲的话，加上它未来可行性以及就是整体的规划来说的话，它最高值就在TE这边。对，那大佬肯定是不缺伤害嘛，就满红，就直接加50属性点，然后决胜也开满，4个都开满，肯定不缺伤害，但就是要确保他存活能力。是 ，OK。这我能接受。好，以上就是我们三创帮所建议的 S1 文明与征服英雄排行榜。然后，如果你们有什么不同的看法呢，也可以跟我们一起分享，我们一起探讨。我就先下播了，感谢各位，感谢各位，好，拜拜。好，50分，来第一位，这就是中世纪 baby， 哎，凯丹。这么刚好。对，这不是在做球哦，先跟大家说，这个是 Nightball 的，不是做球哦。来下一位，汤圆，恭喜恭喜，哇，盟主都有啊。你这样的话，你要在我们的联盟宣导一下，好吗？叫大家多看我们的这个有深度的探讨，还有直播，好吗？来下一位，最后一位啦，1、2、3，哦 ，Light， 恭喜 Light， 我不知道你有玩吗 ？Light 好像是玩3战的比较多吧。好，今天就先到这里啦，感谢沙克，感谢凯呆，感谢行优抽空一起来探讨今天的这个英雄排行榜。